在日本的山区，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明明只是想随便找个地方闲溜达，却总是冥冥之中踏入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当我和媳妇儿沉浸在误入世外桃源的喜悦时，以为发现了一处避暑胜地啊！回家在网上翻阅资料，那当地的地质档案和历史文献啊，简直是吓得我一身冷汗。我们以为的踏青呢，竟然是古代用来阻挡瘟病和恶灵的结界。我们以为的壮丽大河呀，竟然是足以淹没整个大河国的地质巨兽。当我们在山里偶遇那2位热心和善的老大爷时，他们在这片深山里从事的工作，更是揭开了这片土地令人敬畏的底色。至于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在那个高悬于悬崖之上的展望台上，在古老的神社前，我们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拨开大河川上的迷雾，重新审视这段步步惊心的非典型日本深度游。上周末看天气不错呢，媳妇儿就提议说，大河川对面那座山看着挺清幽的，咱们溜达过去消消神儿。因为早听邻居们说呢，那边有个新建的房子，叫做龙田古道游客中心，白色的小楼特别有设计感，大玻璃窗，外面还有平整的草坪呢。对，给人感觉特别现代，人不多，设施又安静，挺想去看看的。确实，日本呢在搞这种遗产保育的基础设施呢，大多数做的都很讲究啊。咱们刚推门进去，大厅还挺热闹，刚好有个当地的旅行团，几位大爷大妈呢戴着同款的帽子，正围着一个官方导游做集体讲解呢。好奇心起，凑过去听了几句。这导游啊，无非讲的也就是些什么秀丽河川呀，拿达官贵人在这儿写歌啊，都是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我们俩呢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就看着外边这个展板呀，全当听个免费的讲解。对，但听着听着呢，大厅里有个老大爷突然就冲我们俩走过来了。是啊，果然这真正有故事的人呀，往往是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位老大爷呢，穿得很不起眼，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服，身上呢也没什么特殊的牌子。刚开始还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当地老头，想找人唠嗑呢。但他这一走近啊，身上那股子沉稳的气场，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主啊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老炮。这老大爷的眼神啊，一开始呢就从下往上打量我们俩的运动鞋，然后用一种特别地道、略带点沧桑的关西腔，压低了声音的问：“二位，你们这身打扮不是外头大巴车来的吧？是打算靠自己这双脚去趟一趟外头那条真正的古道吗？”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就点头说：“是啊，我们就住这附近，今儿天气挺好的，随便上来散散步。”结果他一听这话，瞬间表情就变得特别严肃。只见大爷往前凑了半步，而且呢，后来一直离我们很近呀，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长辈在叮咛马上就要出远门的晚辈。他指了指外面那些游客说：“你看那外头那个集体的讲解啊，都是些皮毛，是那些走马观花的人听的。但你们二位呢，要是真打算用脚去丈量外头那条山路的话，有些规矩甚至连本地人也都快忘了，我得单独给你们交代交代。”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们就在家门口逛个公园，怎么说的跟探险似的呀？不过看他这么认真，我就没打断他。咱一开始啊也觉得是有点夸张，但这大爷接下来的话呢，可谓是字斟句酌呀，讲的都是硬核的民俗学干货。他指着外头大厅的那条蜿蜒向上的山道说：“顺着这条路往上走，到了山脊的最高处，有一座不起眼的木质小神社，叫什么八幡神社，这个字儿汉字里还没有，日语发音呢叫躲给，好像是弯弯曲曲的意思。”说到这儿呢，大爷特意还停顿了一下，看着我们俩说呢：“你们要知道，日本大大小小可有8万多座神社呢。芸芸众生去参拜，求的呢基本上都是升官发财、出入平安。但是唯独那座高悬在龙田古道最高的神社，从1300多年前古人到那儿求的从来不是荣华富贵，那只有4个字啊，叫落子无悔。”听到这4个字儿，我真是愣住了。去神社不求保佑平安，跑去深山老林求一个不后悔，这也太反常了。是啊，
但为什么会这么反常呢？还得细琢磨琢磨这背后的历史啊。大爷给我们说，在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里啊，这里可是被800万神明布下结界、严密保佑的绝对净土。可是呢，你只要是跨过了眼前这条大河川，翻过那道山脊，到了对面的河内国，也就是今天的大阪，在古人眼里，那可就是化外之地了，那是充满了瘟病、战乱，甚至是晦气的所在呀。而连接这片净土与秽土的唯一通道，就是咱们脚下的这条龙田古道。也就是说，这条路在古代其实是国境线，出了这道门，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对呀，你想想，在民众相对迷信且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能靠这双脚走上这条路的人，有几个是去游山玩水的？大爷说得很明白了，走这条路的无非就3种人。第一，那是挑着担子，带着身家性命去波涛汹涌的远方讨生活的商贾。第二呢，就是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被朝廷的流配发放，这辈子再也回不了皇城的犯人。这第3种啊，就是被当成政治筹码送去偏远外邦和亲的贵族女子。换位思考，那么当他们呢拖着疲惫的身躯，好不容易爬到这山脊的最高点，也就是地理上所谓的那个刚才的托盖的时候，他们回头呢最后一眼看这个大河国炊烟袅袅啊，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他们估计太清楚了。往前再迈出一步，跨出神明的结界，迎接他们的可能就是客死异乡的宿命啊。那确实挺苦的，所以他们在跨越边界之前根本不敢奢望神明能保佑自己回来，只能是祈求给自己行动的勇气，对今天的选择绝不后悔。没错，这个呢就是历史的温度，也是历史的残酷。但是这事儿呢，最绝的还不在于此。大爷呢，为了让咱们彻底明白这地方的特殊性啊，还给咱们拆解了一下这座神社的建筑格局。大家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应该都见过，神社大殿呢通常会有一对石像，长得呢那是又像狮子又像狗，叫白犬。但是呢，大爷告诉我们，这座呢代表国家边界和生死绝境的神社里头呢，除了白犬，还供奉着另外一种祥兽啊，叫麒麟。听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奇怪，麒麟是很温和的神兽，把这么温和的瑞兽放在一个充满生死离别的深山边境上，感觉气场完全不大。这个就是古人最高明的大智慧了。大爷一边解释呢，这背后的文化那可就说得通了。日语里啊，这个托盖呢，虽然是指山路的最高点，但它的词源呢，其实就是首相。意思呢，就是向神明献上祭品。在古代啊，这个最高点那是阴阳的交界，生死相隔的鬼门关。在这个鬼门关前面呢，白犬呀干的是武行。大爷指着大阪的方向说：“你看，从那边的大豁口吹过来的，不仅是刺骨的寒风啊，更是古代人最畏惧的瘟病怨灵。所以白犬呢，被雕刻的面目狰狞的盯着那个山口，就是为了把那些试图越界的煞气啊给挡住啊。可是这挡住了煞气，也挡不住人心里的恐惧啊。确实，人在那种走投无路的边境线上，心理防线往往是最薄弱的。对，面对呢那些即将远离故乡，心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的旅人，必须呢得有一种厚重的力量去镇压他们的心魔。于是呢，日本古人就想到了代表着温和与仁慈的瑞兽麒麟。大爷当时的原话呢非常打动人，他说白犬呀，那是为了赶走外头的野鬼，而麒麟呢是为了抚慰这些即将踏入未知世界人们心底的恐慌啊。他戳在那儿之后啊，就是告诉路人，哪怕你前头是刀山火海，你的心呢也可以保留一块祥和的净土。我听明白了，这大爷其实是在给我们打预防针儿，他特意用这个历史背景暗示我们，这条古道气场很重，不要带着那种游客打卡的心态随便乱逛，心里要存着敬畏之心。是这样。
大爷呢，这番历史渊源交代的清清楚楚啊，然后就像个扫地僧一样，背着手慢慢悠悠的走了。而咱俩呢，带着他这份沉甸甸的交代，走出了那座现代化的游客中心，正式踏上了幽暗的龙田古道。你还别说，这往山上走啊，现代文明的痕迹呢是越来越弱，脚下呢就变成了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两边的参天大树啊，把阳光那是遮得严严实实，那种寂静啊，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是在一点一点远离现代社会呢。就这么着，咱们呢顺着山道来到了一个地势极高的大豁口，地图上标注着叫做稻叶山展望台广场。那个所谓的展望广场，其实什么现代建筑都没有，没有长椅，没有贩卖机，边缘只有一道生了铁锈的铁丝网拦着。不过我当时走过去看了一下，立马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是啊，这下面呢有一道非常深邃的大峡谷，大河川呢就在咱们的正下方，形成了一个几乎是360度的巨大的 U 型转弯啊。水流呢虽然不算湍急，但是看的也有点心里发慌。对呀，结果我一回头发现你正盯着手机里的地图，脸色都变了，半天也说不出个话来。我当时真被惊着了，因为顺着 GPS 坐标啊这么一查，原来咱们脚下这块地啊，在日本地质学界乃至整个防灾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一段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记忆啊。所以当时呢，也就下意识的让你赶紧退后几步。这里的名字虽然叫展望台，好像是给游客看风景的地方，可咱们呢，其实正踩在一头随时可能苏醒、曾经吞噬过无数人命和现代工程的地质巨兽的脑门子上。那个看起来无比壮观的 U 型大拐弯呢，它本来的名字叫龟之濑。可是这名字听起来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啊，感觉像是有很多乌龟晒太阳的浅滩。名字虽然叫的温柔，但这底下的现实啊可非常残酷。回家后啊，我把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地质档案，还有昭和时代的旧报纸全都翻出来了。这一查，那可真是细思极恐啊！原来早在公元8世纪的日本古籍《万叶集》里，古人呢就给龟之濑这片区域起了个别名，叫恐的坂，也就是恐怖之坡的意思。当时的老百姓啊，世世代代都传着这么一个神话，说大河川的万丈深渊底下趴着一只体型像山一样巨大的老龟。当这只老龟感到痛苦翻身的时候，大地就会发出野兽般的悲鸣。随后啊，大河国也就是现在的奈良，就将化为一片泥海呀。哦，乌龟翻个身就能把整个奈良变成泥海，这听起来还挺夸张的。哎，这恰恰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古代的很多神话呀，其实并非老百姓凭空捏造，而是先民们对那些既恐怖又没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做出的一种隐喻式的纪实啊。从现代地质学的角度去看呢，这龟之濑啊，可是全日本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危险的特大地滑。地滑的意思就是山体滑坡。咱们当时踩在脚下的这座大山呀，它的地层结构简直就是老天爷埋下的一颗天然定时炸弹。山的上半截呢，是沉重而且坚硬的安山岩，也就是火山岩。可这下半截呢，也就是贴着大河川水底的这一层啊，是一种特别容易吸水的，叫做二上山层粘土。这要是碰上连阴天啊，雨水顺着山缝渗到地下，这层粘土呢吸足了水，立马就会变得像个肥皂块一样，彻底失去了摩擦力，特别的滑呀。这个时候啊，上面那几百万吨重的巨大山体就等于是踩上了西瓜皮，那是毫无阻力的就往大河川里头滑呀。那就算是山体滑坡掉进河里，也就是把河道堵窄一点吧，也不至于把整个奈良给淹了呀。哎，这个可就是整个灾难链条里最要命的一环了。因为奈良盆地啊，它整个的地形就好像是一个被连绵不绝的高山死死围住的大洗澡盆，而咱们脚底下这条大河川呢，是这个数平方公里的大洗澡盆的唯一出水口。
奈良所有的雨水，几百万人的生活废水，全指望着从龟之濑这个狭窄的山谷排出去，流进大阪湾呢。一旦这个龟之濑发生特大滑坡，半座山砸进河里，瞬间就会堵住这个大洗澡盆的下水道，用不了几小时啊，这里可就憋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了。下水口一旦堵死啊，浑浊的洪水就会沿着河道倒灌回去，那么整个大河川上游和大半个奈良盆地啊，连人带房，通通会被深达10几米的泥水彻底的吞噬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老龟翻身、大河成海的地质学真相啊！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也就是说，如果那座山当时在我们脚底下塌了，连我们家都会被彻底淹没。不过，这种毁天灭地的灾难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不仅发生过，而且呢，还就在距离咱们并不算太远的近现代，真真切切的就上演这么一出老龟翻身呀！我在档案馆里查过资料，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大阪每日新闻呢，这龟之濑特大地滑的灾情啊，不仅是频频出现，报道中还反复的提到全山明洞这样的字眼儿，也就是那场灾难呀，彻底颠覆了当时人们对山体滑坡的认知。它可不是那种瞬间完事儿的毁天灭地的泥石流啊，而是一场长达几个月的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慢慢撕裂。据说当时村民呢，在深夜的时候啊，只要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地下传来那种沉闷的呼噜呼噜声，还有巨大岩石互相摩擦的闷响。紧接着，地面呢会以每天10到20厘米的速度，缓慢但坚决地向着大河川里的滑动。每天移动10几厘米，这个速度，村里的人应该能跑掉吧？是啊，人是跑掉了，可你挡不住这大山的移动啊！这种1000万吨级别的缓慢挤压，那个生猛的推力啊，足以碾压一切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伴随着大山的滑动啊，大河川的河床被地底挤压的力量啊，生生推高了将近8米。原本平缓的河水呢，瞬间变成了咆哮的湍流。河岸对面铺好的现代公路啊，被这股力量碾压的扭曲变形。而最让人绝望的事情呢，也是同时发生在了地底的深处啊。这当时啊，代表着日本明治时代最高水准，被誉为工程奇迹的关西本线红砖铁路隧道，就在这场大滑坡里啊，仅仅几天就被这样的巨力像捏易拉罐一样彻底的碾碎，无情吞噬。成千上万吨的红砖呀和钢铁轨道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地底深处。一直到了2008年，现代的工程队呢，在进行地质勘探的时候，才勉勉强强地挖出了一小段被挤压的完全变形的隧道残骸。这听着太让人绝望了，在大自然真正的力量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是啊，那只传说中的地底老龟啊，仅仅是在睡梦中舒展了一下筋骨，就无情地碾碎了人类现代文明的骄傲。而咱们那天下午呢，曾站在那个巨大的火车隧道的悬崖正上方啊，迎着风，对下面的湍急河川指指点点的。你琢磨琢磨，当我查清了这里头的来龙去脉，再回想起当时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它能不冒冷汗吗？难怪离开那个展望台往古道深处走的时候，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当年竟发生了这么可怕的灾难。确实是这样，这整座山的底下啊，完全是被历史撕裂过的滑动地层。在这片区域里呢，原本开阔的视野被那些茂密甚至有些张牙舞爪的次生林给彻底的遮蔽了。虽然这密林深处啊，确实是混合着这种树木和泥土的香气，咱们都挺喜欢的。但是啊，这两边啊，这个路啊，可连最基本的护栏它都没有。边缘呢，就是长满了杂草啊，还有那种被落叶盖住、看不清深浅的地裂沟壑。
是啊，周围特别安静，别说人影了，我连鸟叫声都没听见，心里正发毛呢，却突然遇见一辆小汽车。对呀，一辆日本乡下最常见的轻型小 K 面包车。当时啊，我也正低头呢，这小心翼翼的走道，突然之间呢，前面一个狭窄的转弯啊，这小车迎面就过来了。咱可注意一个细节啊，这在这之前呢，咱们在山上也走了好一阵了，别说这车了，连个活物都没碰见。这辆车呀，简直就跟凭空冒出来一样。开车的呢，大概是个60、70岁的老爷子，满头银发，那是非常的和蔼。对，因为那条道实在太窄了，我们就赶紧贴着那个壁站好，给他让路。他开得特别慢，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还跟着我们微笑打了声招呼。是啊，这刚开始我心里还琢磨呢，是不是附近山上的农民，或者是检查这个电线杆的工人之类。毕竟啊，在日本乡下，老爷爷开这种小 K 太普遍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呢，当咱们逛完了那个落子无悔的八幡神社，顺着原路返回，准备下山的时候，这条毫无分叉、没有任何住户，也没有任何商业设施的死胡同的山里啊，我们居然第2次遇到了它。这一次相遇，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辆小 K 再一次迎面开过来，也就是说，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它在这种随时可能滑坡、连掉个头都很难的地方，竟然来回开了2趟，而且还都跟我们打了招呼。是啊，当时呢，咱们也觉得这大爷挺有缘分的，打了招呼完全没多想。但是啊，我这回来一查资料啊，再加上咱们刚才聊过的这个龟之濑的历史啊，仔细琢磨了琢磨，哎，这里头可是全日本最大的滑坡高危区，地底下的岩层呢，连火车隧道都能碾碎。在这个本地人躲得远远的，随时可能崩塌的无人区，一辆小车在1个小时之内来回开2趟，这可绝对不是什么闲的没事的老大爷能干出来的事儿。对呀，就算是林业工人，那也得去特定的地方干活，怎么会在一条路上漫无目的的来回巡逻呢？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哎，这个问题，直到我查到这个国土交通省的大河川事务所官方简报，才彻底弄明白，这位老爷子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农民，大概率呢是当地防灾部门聘请的，或者呢是当地自治会组织的，叫做沙防指定地监视员。说白了，他就是这方圆100里的守山人呀。龟之濑这片大山呀，虽然表面上是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看起来一派生机盎然，但是呢，在地质专家眼里，这就是一颗内部已经千疮百孔，随时可能引爆的泥土炸弹。由于上世纪昭和年初那次吞噬了隧道的惨烈地滑，大山内部的岩层呢已经被彻底的撕裂了。从那次以后啊，这片区域就成了绝对的禁区，严禁搞任何大型开发或者修建民宅呢。在那条铺满落叶的阴翳林道上，老爷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小 K 在生与死的边缘进行枯燥乏味的地毯式巡逻。那他每天这么巡逻，到底能防住什么呢？那么一大座山，就算真的要他一个普通老人开着小 K， 又能改变什么呢？哎，他能改变的东西啊，可是关乎着下游整个奈良盆地几百万人的身家性命的。原来呢，为了对付这个足以淹没大和国的地质巨兽啊，防止大河川再次被堵死形成堰塞湖，日本政府从1960年开始，在这片我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地底下干了一个庞大且疯狂的工程，称得上是一场长达60多年，至今仍然1分1秒没停下过的地下暗战。咱前面讲了，滑坡的元凶呢是渗入地下的雨水，水让底部的粘土层啊变得像润滑油一样。既然如此呢，现代工程专家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把整座大肚子山里的水啊全都给它抽干了。工程队在龟之濑的山体内部用人工和炸药是凿开了多达70条纵横交错的地下排水隧道，这些隧道呢加起来的总长度居然达到了惊人的7.2公里，它们就像是人体内的血管一样，密密麻麻的插满了大山的5脏6腑。
不仅如此呢，他们还在山体上挖下了60多个直径好几米、深好几十米的集水井，里面是布满了巨型的工业水泵啊，24小时不断的狂抽地下水，就是用这种给整个大山抽血的方法呀，让地底的粘土层呢强行的保持干燥，才把这几百万吨重的山体啊给死死固定在了悬崖上的。在山肚子里挖了7公里的隧道，就是为了防止山体滑坡。没想到我们散步的地方脚底下居然有这么庞大的工程。没错，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机器啊是冰冷的，会老化，会故障，而地层啊它是活的，哪怕呢是水泵稍微停电个几小时啊，或者说像遇到台风啊、梅雨季节或者特大的暴雨啊，地下水位呢一旦不受控制的往上升，几十万吨的泥土啊瞬间就会顺着几十年前的旧裂缝重新的开始滑动了。事实上，在1967年，就因为连续暴雨，再次出现过很危险的滑坡前兆呢。所以说呢，除了这些地下的冰冷机器，每天都必须有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人用肉眼在地表巡逻。那位开小 K 的老爷子，他没准呢就是这套庞大的防灾系统中最末端也是最危险的人肉警报器。他在狭窄的山坡上开车呀，根本不是在看风景，是在检查路面上有没有新的出现那些哪怕几毫米宽的细微裂痕呢？他在检测呢那些用来固定山体的土墙有没有发生那些稍微难以察觉的倾斜呀，甚至呢要下车在安静的树林里用耳朵去听远处有没有这个断层断裂的这个声音发出的闷响啊。他这是在给一只随时可能苏醒的巨兽把脉呢。哦，我全明白了。那他第一次遇到我们的时候显得有些严肃，其实是因为我们这2个游客直接闯进了他的警戒区，对吧？很有可能，这第一次碰到我们这2个外乡人呢，一看就不是本地的了，还呢在那有说有笑，心里啊肯定难免有些着急呢。因为呢，在这片布满着暗流和隐性裂缝的次生林里啊，咱们如果是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啊，或者是为了去林子里头探秘啊，离开了铺好的柏油路，哪怕仅仅偏离主干道10几米呢，就可能一脚踩空，滑进那个深深的地缝中啊。这个地方手机没信号，真的是喊破喉咙都没人听得见了。所以他第一次遇到咱们之后啊，根本就没有安心下山，在完成了整个巡视任务呢，特意又冒了风险原路折回，再确认一下咱们的状况。难怪他第2次看到我们的时候，把车速放得那么慢，笑得那么释然。没错啊，在那种充满了怨气，连古人都要祈求落子无悔的绝命边界上，我们却遇到了一位不善言辞，用一辆小 K 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过客的守山人，亲身经历过这种穿越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差，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撼，耐人寻味啊。好了，今天咱们这趟大河川上的非典型日本深度游，这个步步惊心的龙田古道的故事，就给大家盘到这儿了。我是樱木，咱们下期再见。